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4月4日星期五，佛历5月上初七，万象晴转多云，23到33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357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6基普，跌幅0.03%。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29.09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4.49基普，涨幅0.72%。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04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7基普，涨幅0.59%。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1128.06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8.31点，涨幅0.74%。开盘1129.05点，最高1129.05点，最低1127.75点。成交量43000股，成交金额6924万60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550基普，交易量33300股，其次是老挝电力和萨万尼。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550基普，交易额5161万5000基普，其次是老挝电力和萨万尼。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245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59万基普，跌幅1.79%。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4月2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886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14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927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挝政府代表团吊唁已故国家领导人坎代西潘敦。4月3日，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詹萨蒙詹雅拉率领老挝政府代表团前往国家会议中心吊唁已故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席、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前国家主席坎代西潘敦同志。2. 甘盟省集中销毁违法商品。4月1日，老挝甘盟省工贸厅联合有关部门集中销毁了一批违法商品及走私货物。此次行动由省工贸厅官员万通布松潘带队，相关部门及办公室工作人员共同参与。省工贸厅国内贸易司代理司长宽塞苏万拉西表示，此次销毁行动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业检查法令及工贸部关于进口管控的相关规定，旨在打击劣质、过期、侵权商品及假冒伪劣产品，保护消费者健康与权益，维护市场秩序。销毁商品共2类16项，总价值逾2.949亿基普。3. 老挝人民军持续援助缅甸地震灾区。4月2日，老挝人民军副总参谋长帕特布提吉少将率国防部灾害管理委员会、中央救灾协调组及医疗分队，继续在缅甸曼德勒省角赛市开展地震灾后救援工作。救援行动分为2支队伍，搜救分队的13名工兵携带专业设备，与缅甸救援力量协作清理政府办公楼坍塌废墟，搜寻滞留物资。医疗分队的11名军医携带药品器械，联合当地医院为伤者提供治疗。经一日高效协作，所有救援任务均安全完成。帕特哈少将还向住院灾民分发了生活物资，以缓解其困境。4. 青年创业典范，家禽养殖年收入近2亿基普。色贡省工贸厅青年模范成员维拉孔班塔维女士在2025年3月31日召开的全省第7次青年代表大会上分享其循环农业养殖模式的成功经验。2020年底，维拉孔在色贡省拉玛县南亨村16号公路旁建立循环之光农场，占地10公顷，初期投入超80亿基普，建有3栋鸡舍、2个鸵鸟养殖区及配套仓储设施。2021年，饲养5000只鸡，
日产蛋4500枚，满足省内需求。2022年扩产至 1.7 万只种鸡，日产蛋量达 1.53 万枚，产品销往周边省份。2023至2024年再次新增5000只养殖规模，同时繁殖鸵鸟保持年出栏45只，其中 40% 省内销售， 60% 省外销售，年收入稳定达近2亿基普。5. 色贡省燃煤电站项目奠基。4月2日，老挝副总理兼经济与外交合作指导委员会主席沙伦塞贡马西出席色贡省卡伦县彭萨集团燃煤电站项目奠基仪式，能源矿产部部长、柬埔寨能源部副部长及周边省份代表共同见证。该项目装机容量1800兆瓦，投资金额40亿美元，投产后的电力将全部输送至柬埔寨。2025年4月动工，首台机组2028年1月投产，2030年全面运行，预计年耗煤量约1000到1100万吨。与电站配套的500千伏输电线路将同步建设，全长253公里，连接老柬边境。该项目的实施将强化老挝作为区域能源枢纽的地位，预计创造2000余个就业岗位。6. 老挝电信推出超级应用 Super X。4月2日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在万象国家会议中心出席老挝数字周2025开幕式，副总理本聪站塔拉旺，泰国数字经济与社会部长等政商界代表共同见证。老挝电信集团正式发布全国首款金融科技超级应用 Super X， 整合移动支付、通信服务和会员服务3大功能，打造全闭环数字金融平台。老挝电信集团表示，将持续引进数字技术，助力国家现代化建设。本次数字周将持续至4月6日，预计吸引超万名参观者。7. 万象某商铺发生火灾。4月3日下午2点30分，万象市塞瑟塔县桑通村北区一家商铺发生火灾，目前已被完全扑灭。据初步报告，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火灾发生时，民众已及时将物品转移至安全区域，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建议周边居民暂时避开事发区域。8. 中老铁路公司向缅甸地震灾区捐款。3月31日，中老铁路有限公司总部举行募捐仪式，为缅甸地震灾区筹集善款。公司管理层及80余名员工共捐赠3600万基普。该款项已于4月1日通过缅甸驻老挝大使馆转交灾区。公司总经理刘红表示，中老缅三国山水相连，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此次捐助不仅是人道关怀，更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4月1日，刘红总经理专程赴缅甸驻老挝使馆吊唁遇难者，并签署慰问簿。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